那么今天我们针对昨天点评作业遇到的一些问题点，今天大家也在讨论还是这个调色的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大家现在都调色，调不调得好？我们首先来调一个底色，底色我们通常用的是这个太白、三绿。我们今天针对于这个调不好颜色这个问题，着重的仔细的在直播间再讲一下，好不好？其实我们画好我们这个小写意的牡丹花，调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啊。其实我们不止今天讲，我们经常在直播间有讲到这个问题啊，经常也有讲。可能有一些家人不是说每天来看直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讲这些重点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的课程里面也经常这个基础课里面每一节课里面也会有不同的重点，你们要是多看，每一节课都看完了，也会吸收到很多这个知识啊。一样的，这个知识不是说一节课都可以把它讲完。假如说我们说要讲基础，你光是示范花瓣，我们是不是一节课就可以把这个花瓣示范完？但是一节课你示范这个花瓣是没事，你只教会你们怎么画花瓣，但始终有很多这个画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这个雷点呢，会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始终就是没办法在一节课里面全部去体现出来，所以基础课里面每一节课你们都要去看，都要去学。就是刚开始写的时候，你们把基础课所有的内容都看一遍，先看一遍，然后再对着练一遍，然后再去画作品，这样子更好。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初学的家人们，就是这个调色啊、花瓣这些还没练好，就开始画这个作品，所以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作品画好，就是整个画面都是有问题。所以刚开始的话，还是把这个细节上的东西，把这个基础上的基础知识先把它练好，好不好？基础练好。好，我们来挤出一个颜色来，就是我们来给大家示范的时候，还是用这个常规的颜色，好不好？还是用这个常规的颜色，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点。这个玫瑰红我们多挤一点出来啊，多挤点玫瑰红出来。玫瑰红、牡丹红，来挤一个牡丹红。我们今天针对于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出来啊，都可以问出来。我们今天针对这些问题，针对大家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点来做一个分析啊，来分析一下，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画出来这种感觉的，当然肯定是我们自己来一起找一下问题哈，一起找一下问题。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一起找问题。老师笔很尖，我的很肥，我的笔尖没有深色，我的笔尖组没有深色。我想看老师补正半的笔尖。好，那这些问题我记下了啊。那我看一下大家调色啊，你说笔尖不尖哈，笔尖不尖，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底色调的太干了，底色调太干了会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们把底色调得很干，我们再加一些太白进来。就有一些家人这个底色调得特别干，所以你在调色的时候，我先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就把这个底色这个太白调得很浓。调得很浓的时候，假如说你的底色调得很浓的时候，你去调颜色，你看一下，永远都是这条横，看到了吗？永远就是这样子的，它都是粉的，没有办法，这个颜色没有办法很深，它都是粉色的，看到吗？总是粉的，你不管调多少颜色，而且它很难把它调均匀，不管你调多少颜色，你再去画的时候，就是很难均匀哈，很难均匀，而且这里会堆积颜色，它没办法把它很均匀，而且有一些家人他调的颜色他始终没办法均匀，还是你调的太少了哈，还是你颜色调的时间不够。虽然说我现在这个底色很多，但是它始终没有那么多，不会说那么不均匀哈。就假如你的水分很多的时候，假如我们现在试问一下水分很多，那你水分很多的时候，你在调色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问题？你一调的时候，这个水就掉到盘子里很多。你看你一调的时候，这个盘子里的水就很多，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肯定没有办法把它调好。就是你一调的话，这个颗粒感都出来了。那这个笔尖它也是圆的，它也不可能是尖的，因为它这个笔肚里面很多这个水，然后你加上颜色进去之后，它的水这个水在笔肚里面胀起来了，看到吗？胀起来了，它就会显得这个笔很粗，然后也没有办法，这个笔尖也没有办法圆，因为它里面笔肚里面水太多了啊，水太多了。那水太多的时候，情况下如果说你在画的过程中，两个花瓣相结的时候，你重叠了，你看它颜色就会晕开。大家在画这个花瓣重叠的时候，要隔开一点点哈，你要隔开一点点。今天我看到有一位家人，他有问我，这位家人你不知道来了没有？也不知道有来了没有？你说颜色总是调的一样的，这种就是错误的。你看你调色的时候，这里都是平的，说颜色一直没有办法深，一直没有由深到浅，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一笔下去颜色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呢？因为你的笔上的水分太多了，你一调这个水分掉下来，所以都吸到你这个笔肚里面去了，所以你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你怎么调它的颜色这个层次出不来，很难出来，这个颜色总是有一些调不均匀，这样子就水分太多了啊。水分多的情况下，你可以拿一张纸哈，把这个多余的水分这样子蘸掉。好，这个盘子里的颜色也是一样哈，要蘸掉。这个盘子你一调掉了一盘子水，肯定是水分太大了啊。就你们在调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盘子里有一滩水，那说明这个水分是大了。那我现在笔上水分吸掉了一点点，你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它的水分，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水分的多少，它不会掉一盘子水下来，这种状态才是对的，不要掉水下来的状态才是对的。好，依次的调，由深到浅，就是你不是说把颜色都调到1/2都调满，调成一样的颜色。为什么今天那位家人问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颜色是玫瑰红，第二个颜色是牡丹红，第三个颜色是胭脂？那你是调到由深到浅，而不是说1/2全部都是一样深的颜色。你要调的由深到浅啊，慢慢的笔尖往上晕，慢慢的往上晕，然后你再调第二个颜色。你第二个颜色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调那么上啊，你就调到1/3就可以了，那就少调一点。那这个笔尖的颜色是不是又深了一点点？它跟这个颜色又有由深到浅了，它不是说一样的颜色。你如果画一个花瓣是一样的颜色，就说明你的水分太多了，把颜色都晕上来了，所以你的颜色都成了一样的。
那我们要调出这个色阶，颜色是不同层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第二个颜色是调到1/3啊。第三个颜色调这个胭脂，胭脂只调一点点在这个笔尖上就可以了。那你这样子再去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你再去画的时候，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均匀？而且它的颜色也是由深到浅啊，也是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看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它是不是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你像这些花瓣，你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这都是水分大了，这也是水分大了，这些是颜色，这种颜色没有调均匀，颜色没有调均匀，水分大了，水分大了，还有些颜色晕到一起了。你看一下这两个花瓣为什么这样子？它不均匀，晕到一起了。它第一个原因是它水分大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画花瓣的时候重叠了。你第一个花瓣它这个边缘本来是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本来这个边缘在这里。你又重复的在它上面去画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晕到一起的这种情况。你要画下面一个花瓣，你要从它的这个边缘这里开始，尽量不要去重叠它。假如说我们在这个上面加花瓣，那我现在这个笔肚上干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千万不要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你调色调不好，主要就是水分大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水分大的原因啊，就是其实还有你在加花瓣的时候，你不要重叠到中间去加，你就从它的这个边缘这里去加，你可以留一点点缝隙啊，留一点点缝隙是没有关系的。一般从上面加的时候，从这个缺口这里开始往这里推，你看你这样子加的时候，它就不会晕呢，是不是啊？它不会晕到一起，不会像这样子晕到一起，是吗？这两个花瓣是不是晕到一起了？但是这样子你就不会晕到一起了啊！这样子去加你就不会晕到一起。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大家肯定是很多人出现这种问题。我昨天点评作业的，我们的刚开始学的朋友们很多都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还是不够细心。你说我随便一调，只要调久一点都会这样子，但是你不细心，你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去调一下，你去画啊，你去画，你看你去画的时候，它始终会有一些地方不均匀。虽然说笔根里面我本身是调均匀，这里不均匀，那你画完整朵花都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整朵花都是这样子不均匀的话，那你整朵花就会显得很干枯，显得很干枯。你如果把它调均匀之后，它的颜色会显得很滋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再调一点底色进来啊，再调一点底色进来。颜色不饱满，一个个的解决哈。刚刚还有什么问题？颜色不够饱满，你看你颜色为什么会不够饱满呢？不够饱满你就多调一些颜色，它就饱满了呀。就是你不饱满，假如把笔洗一下啊，颜色不够饱满是因为底色它太稀了，那我洗一下，底色很稀的时候，颜色调的很少的时候，那你颜色调的很少的时候，干了之后，那像这样子哈，你画的时候它是不是有挺深的啊，挺深的？但是像这种等它干了之后，它的颜色会显得很浅，基本上没有颜色了。那你在画的时候，你就颜色不饱满，你就多调一点颜色，调久一点啊，调久一点，把颜色调多一点就饱满了呀。你画的时候尽量画深一点，因为它干了之后都会变浅一点啊，都会变浅，只要它干的时候都会变浅。那你画的时候就把它颜色调多一点，你看这样子调多一点它就饱满了，你还是颜色调少了，那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刚刚说还有什么问题呢？颜色不够饱满你就调久一点哈，一定要调久，就是你直接把颜色你要是颜色调不进去，你拉出来调啊，拉出来调，调久一点，它自然就饱满了，你就可以，就是还是耐心不够啊，还是调的时间不够多。调久一点，它颜色自然饱满了。还有一个颜色就是笔尖颜色一直晕不上去，一直上不去，说明你调色的时候你这笔太竖了，你的笔一直竖着调，一直调，这个颜色一直始终没有上去啊，没有上去。虽然你3个颜色都调了，但是你画出来花瓣是这样子的，
画出来花瓣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错的？看上去这个花瓣是不是对的？看上去这个花瓣是不是对的？这个花瓣错在哪里？你知道吗？知道吗？这个花瓣，如果说你一朵花都是这样子的花瓣组成，那等它干了之后，你整朵花都会显得很干枯。这样是什么？这样是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的颜色太浅了，还在笔肚里面，在笔肚里面颜色没有晕到笔肚上去啊，没有调到笔肚上去，因为你调的时候笔是没有睡在盘子里，没有睡在盘子里，你竖着调，这个笔颜色上不去。颜色始终上不去，所以你的颜色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实际上你调的时候要把笔睡在盘子里调，要贴在盘子里调，然后你调的时候让颜色上去啊，特别是让第一个颜色要上来哈，要到笔肚里面来，要到1/2的地方来，你要调久一点，而且要调久一点，让这个颜色上来。你要看到在笔的中间是有颜色的，笔的中间是要有颜色的，你要这样子调上来，调久一点，调上来，然后你再去调第二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就不用全部调上来了。然后你在笔尖调一点点胭脂，3个颜色的时候，你再去画这个花瓣啊，我现在这个笔上的水分有一点点少啊。那你看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相比啊，我们现在不管花瓣是圆啊，不管花瓣的形状，我们只管它颜色。你看这两个是有什么区别啊？这两个就有没有家人是调成这样子的？调成这样子，你看有一个分界线，这里是深，这里是浅。那么你一朵花下来，它的颜色就会很干枯，等它干了之后，这朵花就显得不滋润。那你看这个颜色呢？这个颜色它是颜色是由深到浅，慢慢的这种渐变啊。慢慢的渐变，从深到浅，慢慢的去渐变，而这个呢是一下子浅了，这个是因为笔肚里面的颜色没有调上来啊，没有调上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过渡色。那其实你问的还是一个问题啊，没有过渡色。对，就是你这个颜色没有过渡上来呀，所以说你的笔肚里面还是白的。你这个颜色虽然看起来这个花瓣是对的，是没问题，但是你等它干了之后，它整个花就显得有点干枯。调第二个颜色时，笔是否睡在那里？第二个颜色还是睡在那里哈，我现在笔里面有点干。第一个颜色你调，一般你刚开始画的时候，你就调到这个笔的1/2。你要看到啊，1/2上一点也没事，也没有关系啊，你要调到1/2的地方。调久一点哈，一定要调久一点，调均匀，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而且今天还有位家人问我，调色的时候是不是就一边调，要不要转动啊？因为我在直播间是经常有告诉大家，一边调这个笔肚是一边要转动的，这个手你调的时候，这个手是在转动的啊，要让这个笔肚的360度都沾满颜色，不是说把颜色调到这一边就可以了。是这个笔肚里面360度都要有颜色，所以你一边调一边转动，哈，一边调一边转动。然后你调第二个颜色的时候，同样是睡在盘子里调，你不是说还是竖着调。你假如说你把第二个颜色竖着调，你不睡在盘子里，你就调在这个笔尖上，那你就还是上不来，你还是在笔尖上，你画出来还是一样的。你看，你画出来还是一样的。那这个颜色虽然上来了，但是它还是有一点不够均匀。你看跟这个比细微的变化看到了吗？这种细微的变化看到了吗？看得出来吗？这里有不同吗？有没有不同？这两个有没有不同？家人们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看有没有不同？老师请问今天底色用什么？底色还是这个太白3绿胭脂啊，不同是吧？过渡不好，对呀，所以说你第二个颜色还是要睡在盘子里调。你看你不睡在盘子里调，第二个颜色它在这里还是有一个分界线，看到了吗？中间这里还是分界了，这里的颜色和这里虽然说它这里是白的，这里是红的，因为我们第一个颜色已经调到了笔肚上去，这个花瓣是连第一个颜色都没有上去，而这个花瓣是第一个颜色有上到笔肚上去，但是第二个颜色它不均匀，没有均匀的
你看这个对的话，它就是慢慢的由深到浅，很均匀的过渡。这个过渡，你看中间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过渡的不够自然。如果说你一朵花都是这样子的话，你一个花瓣偶尔有1、2个花瓣是这样子的话，不影响整体。但是你如果整个花瓣都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影响整体了。所以我们在调第2个颜色的时候，同样是要睡在盘子里调。只是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个颜色全部调的一样的调上来，就你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少一点，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少一点点啊，或者是你直接调到笔的1/3的地方去就可以了。但是你还是要睡在盘子里调，你有一些颜色还是自然的让它扔上来。第2个颜色还是一样，你虽然说你调到1/3的地方，但是既然你睡在盘子里调，你这样睡在里面调，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些颜色自然而然的会上来一些，因为我们的笔肚里面有水，是不是？有水它肯定会上来一点点颜色是正常的。如果只因为要它上来，所以颜色才会过度的自然。然后笔尖再蘸点胭脂哈，笔尖胭脂少蘸一点，不要蘸太多，蘸太多它会显得很暗。那你再去画的时候，你看这个的话，它就过度的有自然了啊，过度的自然。当然这个可能这个上面这个颜色有点点没有上来哈，有点没有上来。这个第1个颜色可能有一点点没有上来，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发白，但是偶尔这一点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中间这个花瓣这个颜色是过渡的很自然了，是不是？它不像这里中间有一条痕迹啊，中间有一条痕迹。为啥要加这个太白哈？为什么要加？假如说我们是纯太白，这个是纯太，这个是有颜色的。那我们试一下这个橙色的太白，就是没有加的时候，就是你加这个光只有这个太白的时候，你放上去，是不是不明显了？看不见了这个颜色。看不见了，而且它会发白，会显得很干枯。用纯太白加上这种颜色的话，它会整个花瓣显得会不透亮。但是我们加了36和胭脂之后，它就跟这个白纸它会有一点点这种暗。它画到这个白纸上，它会有颜色啊。等你裱了之后，这个颜色体现出来，它就会显得很透亮。这种颜色是不是显得很透？但是这个太白的话显得很厚，看到了吗？如果说是纯太白，你不用调其他颜色，它显得很厚，看到了吗？它是很厚的，它不会透。但是这个加了之后，这个颜色会很透，知道吗？就是起到一个透亮，还有让它跟这个白纸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因为我们的纸是白色的，那我们用纯太白，它就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加了之后，它显得又透亮，然后它跟这个太白又有一点区别啊。还有什么颜色？花瓣掌握不好大小，花瓣你画大就是大的，画小就是小的呀，就是你按下去一点，掌握不了大小。你看我们调好颜色啊，依次的调好颜色之后，那你想画小一点就小一点嘛，你想画大你就按下去一点嘛，推远一点嘛。你画这个大花瓣和这个小花瓣，你看这个是小的，小花瓣和大花瓣什么区别？就是你这个笔离纸面的距离越近，这个花瓣是越大，笔离纸的距离这个角度越远，它的花瓣越小，看到吗？我们画这个花瓣都是用这个侧锋，它不可能用这种中锋啊，不可能用中锋，都是用的侧锋。侧锋你就要离纸面的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是纸，假如说你离这个我的手是纸面，你离纸面远一点哈，它就这个花瓣肯定小一点嘛。那你离纸面近一点，它这个笔肚它的笔肚会离的纸面近，那它的花瓣就会大一些嘛。你这个纸就是完全你的这个笔离纸面的这个角度去调整它，就可以画出这个大小不同的这个花瓣。画大花瓣，深色不在这条线上，深色不在哪条线上？画大花瓣，深色不在条线上。
深色不在条线上，那深色不在一条线上，这个问题怎么有点好像很难理解呢？加了透亮的效果，是的，加了它很透亮啊。大花瓣，不在一条线上，我这个问题我有点理解不了。这2颗花瓣是用的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这3种颜色，玫瑰红、牡丹红，还有胭脂这3个颜色，玫瑰红、牡丹红、胭脂这3个颜色。外沿线，哪个外沿线？你们问题表达清楚一点。笔尖伸不下去哦，笔尖伸不下去，你有一个原因，2个原因，要么就是你底色调太干了，要么就是你水分太大了。假如说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笔上你很多水的时候，很多水，你看那个笔尖你很多水，你看你调色的时候水多的时候就掉在盘子里，然后你笔尖再去调，你怎么去调它都调不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笔度太多水，你一调颜色都融合了，颜色都融到一起了，你一调这个水分都融到一起了，因为它笔肚里面太多水，你调这个深色的时候，水马上相融，水掉下来了，水从这个笔肚掉到笔尖上去了，所以你的颜色融在一起了，永远都没办法深下去啊，这个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的原因，要么就是你笔上太干了，就是底色太干了，你也是永远都调不深哈，笔尖永远调不深，你要多去尝试啊，多去尝试。你看这个水分太多了，你怎么调？你调进来它又融合了，所以说你这个颜色笔尖永远都深不了。那你现在把这个水分把它吸掉，把这个水分吸掉一些。把这个盘子里水给擦掉，然后你的笔肚里面的水分你看一下，水分少的时候它这个笔才能尖，水分多的时候这个笔是尖不了的。好，你再去调的时候，盘子里没有掉水的情况下，你再去调这个笔尖的深色的时候，你再去蘸一点笔尖深色，你要蘸得到啊，笔尖你蘸完深色，它在笔尖上，它才会笔尖越来越深啊。你如果一蘸笔肚的水分太多了，它水分掉下来都融到一起了，所以它的笔尖没有办法深。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哈，要么水分多了，要么就底色干了。好，暗部加胭脂，为什么总是有胭脂的颗粒感，看上去不滋润？那就是你的底色太干了呀，有颗粒感，要么就是你没有调均匀哈。怎么会有颗粒感？我这随便调2下看一下。啊，这个是没有调均匀哈。这样子的话就是调的时间不够。那你说的颗粒感，那还是一个原因，还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底色太干了，还有水分多了。这个原因，只要你水分合适，怎么样调它都会均匀。自己画不出立体感花瓣而平摊在纸上，花瓣平摊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你的花瓣都是这样子的，颜色的深浅变化不明显，就是深的地方不够深，所以你的颜色整体的花瓣很平，没有这种深浅变化。那你的原因还是这个问题哈，还是一样这个问题，大家出现最多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要么水分多了，要么底色太干了。所以说你这个笔尖的颜色，因为你的笔尖的颜色没有深下去，所以说你的花瓣整朵花都显得很平，没有这个深浅颜色的变化。2个花瓣接着画，边缘融合，怎么回事？边缘会融合，那是啊，会融合。你的水分，假如我们来试一下哈。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现在调色啊，我现在按正常调色，第一个颜色均匀调1层，笔的1/2，然后这个调第2个颜色到1/3，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胭脂，我们先画一个花瓣啊，好，我们在画第2个花瓣的时候，假如说你现在画第2个花瓣，每次画第2个花瓣，你还是要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因为你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它的颜色才会由深到浅。
如果说你重叠了，假如你画第二个花瓣的时候，你的笔出发点你在这个上面去画，你看这样子对吗？大家说这样子对吗？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那你再仔细一点啊，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多少人出现这种问题？有多少人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我再把颜色调一下，有是吧？有这样的问题，来，我们来试，再把颜色调好之后来试给大家看啊。颜色都是要睡在盘子里调，笔都是要睡在盘子里调啊。睡在盘子里调，你的颜色才会均匀，由深到浅。有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示范一下啊。先画一个花瓣。那第一个花瓣，那我们重叠的时候，这个是错的哈，这个是错的。那么正确应该怎么画呢？应该怎么画才好的才对呢？补充一点颜色，你画第二层的时候，一定要笔尖要补充颜色。你不补充颜色，它的颜色层次又没有了，因为笔尖没有深色了，它的颜色层次又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你画第二层的时候，你要从这个缺口这里开始，不要跟它前面一个花瓣重叠，不要重叠，要刚刚好，要刚刚好在它的边缘上啊，然后在它的边缘上，你看一下。在它这个边缘上不要重叠了，不要跟它重叠了，明白吗？你偶尔重叠一点点是没事，你不要整个花瓣去重叠了。你看一下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不就可以了吗？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这是示范啊，你真正在画的时候，这4笔1、2、3这很类似，类似的话你要把它改一下，不要让这3个花瓣一样的。那这样子不就对了吗？你就不要去重叠，不要重了啊！不要笔尖不要在这个第一个花瓣上重叠，因为这个花瓣还没有干，没有干的情况下，你去重叠，它就会颜色就会这样子哈，就会晕到一起了，知道吗？水总是控制不了，水控制不了，你拿一张纸吸掉呀。就是水控制不了，我教了大家很多方法，一个方法就准备一个废纸，就这样子把纸沾掉，把水沾掉，然后你再调色，或者是你手上拿一个纸，水多了你就这样子沾掉，然后你再去调色就可以了。你看这样子你就不要重叠去画，明白吗？你就控水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你去沾掉，把水分在废纸上沾掉，或者是用纸巾沾掉。你要看水分，检查你水分多不多的情况下，就这样子哈。假如说我现在比水分很多，我刚刚蘸了一下水。如果说你水分很多，你的盘子你在调的过程中，你看一下，调的过程中这个水都掉到盘子里，那这个水分你怎么样调，你的笔尖都深不了哈，因为你的水一调了，这个笔尖的水又倒出来了，所以说它的颜色就是平的。即使你再怎么重叠花瓣，再怎么重叠，你到一整朵花的时候，它这个颜色都是平的。那你把这个和这个去对比，把这一块这个组合跟这个组合去对比，你看一下这里就不对了，这个就水分多了，水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们有出现这种问题的吗？花瓣组合起来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就花瓣组合起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颜色太平了，都在一个颜色太平了，深浅变化不够。你看这个花瓣它的这种深浅变化由深到浅，那这样子还是一个原因哈，水大了，还是要控水，还有一个就是2个并列的大花瓣中间重色不明显，画完了连在一起了。还有就是2个并列的大花瓣中间的重色不明显，画完就连在一起了啊。我就是这样是吧？是这样是吗？那这个问题还是水分太多了哈。你看刚刚调完这个盘子里还有水，这个就不对了，这个水分就太多了。那你们还是要控水啊，就是还是这个问题，还是重复这些控水的问题，还是要控水，你知道吗？这个才对，这个就不对，水分多了哈。还是水分多的，那2个大花瓣连到一起，少了笔就干。那你不要太少了嘛，亲爱的，你就刚刚好嘛，不要太少了嘛。你就不要把笔上水分都沾没了嘛，不要沾没了。
太少了，太少了。如果说你是笔上没有占底色，如果笔上太少了，确实有点干。你占的底色，水分少了，它也会干。所以说你要刚刚好啊，水分要刚刚好。你多了水分，你就在废纸上这样子吸掉啊，用这个笔肚吸一下，吸一下，然后再去调色。你调色的时候掉一点点水出来，这个是正常的。这样子掉一点点水出来是正常的。好，我来示范一个大花瓣。刚刚有一位家人说2个大花瓣，那你在画大花瓣的时候，你这个颜色就一直调，把笔肚睡在盘子里调，把颜色拉出来，颜色这样子拉出来，调到笔肚里面去。我们画大花瓣要把颜色扔到整个笔肚上去哦，因为这个花瓣很大，所以要调到整个笔肚上去。然后第2个颜色我们也可以调到1/2，调上一点点哈。调上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画大花瓣，大花瓣颜色要调上一点。那你看一下这个笔到这里还有颜色，都是颜色。那刚刚家人说有2个大花瓣啊，来我们画2个大花瓣。我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啊，有点点干。那我现在再蘸一点点水，蘸一点点底色，加一点底色。基本上画这个大花瓣，画1个花瓣，这个笔上的水分就用的差不多了。就画1个花瓣要蘸一下底色。因为我们画小花瓣的时候，底色可能画几个花瓣，但是大花瓣一般来说可能就画这个1笔就没有了。好，假如说这里有2个大花瓣啊，是你们说的2个大花瓣，2个大花瓣中间的这个地方是吗？中间这个地方会晕到一起吗？刚刚这个问题是说吗？老师，有的花瓣很齐的，怎样复笔？很齐的怎么复笔？你就还是一样的啊，重复的画一下就可以了，轻轻的一笔还是可以的，就不要太多了。好，你在中间这里补的时候，你就光加这个胭脂就可以了。中间你去画的时候，就光加这个胭脂啊，光加这个胭脂，让这个胭脂让这一块是最深的，那它这样子就不会晕到一起了。你只用胭脂，不要用其他颜色，就是笔肚里面。也不要太多，也不要有太多底色。如果有底色，如果有很多底色它留下来了，你再去调这个胭脂，它就没有那么深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要沉胭脂啊，沉胭脂画到这里，你看它就很深了，这个就不会晕。2个花瓣，你们问的是这个意思吗？刚刚那位家人问的是这个意思吗？是问的这个问题吗？你看这样子它就不会晕到一起了，就是这样是吧？有怎样复笔？复笔还是一样的，你重复在上面去点一下它就可以了，重复在上面点一下它就可以了，点一下它马上就改变了。只用胭脂补控，就是你补控的时候，你想要深一点你就只用胭脂啊，你想不要那么深你也可以加一点其他颜色。底色怎么补？底色是用这个笔肚去补啊，底色这样子哈，轻轻的这个底色轻轻的在这里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蘸太多你的水分就太大了。第1笔的颜色，第2笔去补色的时候就变了，和第1笔差距太大了，补不好。第1笔颜色还好，第2笔去补色的时候就变了。那你第2笔去补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刚刚画完，刚刚补完这个深色，那笔尖上还有很多胭脂。那你在有很多胭脂的情况下你去补色，你在笔尖上很多胭脂的情况下你去补色，那这个颜色明显的变深了啊！你看这个是明显的是暗了，胭脂多了，因为你的胭脂太多了，笔尖上都是胭脂，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胭脂没有画完的情况下，你去补颜色，不要去补，你把你的胭脂用这个纸擦掉啊。把笔尖这个太深的胭脂把它擦掉它，然后你再去补颜色，你再去这样子轻轻的去补一下。你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的呀，就是说你这个胭脂沾太多了没有化掉，你去补的话就把整个颜色都暗了嘛，那你就想办法你把颜色给吸掉啊，沾掉啊。如果说你没画完你就把颜色沾掉，如果说你画完了颜色不多，其实它也不影响，那蘸掉之后它颜色会鲜艳一点点，那笔尖上如果有一点点胭脂是不影响的，胭脂多了它会显得暗啊，胭脂多了才会显得暗。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你只能这么办哈。你笔尖上你刚刚画完深色的有胭脂的情况下，你要只能说粘掉，或者是用笔尖到水里面去洗一下，用笔尖去洗一下，就是你把笔尖在这个水里面，笔尖稍微的洗一下。那只能这样子啊，就是你不要把胭脂都混到一起了，混到颜色里面去了。如果把胭脂混到颜色里面去了，那你的整朵花就慢慢的变暗了。